为了给家里生个儿子，一家人几乎掏出了全部的积蓄，请了一个神婆。6个月后，我在所有人的期待中降生。可惜我是女孩，生我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，窗外还飘着大雪。屋子里一大家子人在看见我呱呱坠地那一刻，本来充满着幸福和期待的脸上，顷刻间暗淡了下去。我爹眉头几乎快拧成了一团，我爷爷更是拿着锄头就往隔壁神婆家里去。我躺在床上的妈来不及擦汗，卯足了全身力气，半支撑着身子。男娃还是女娃？我奶向着门边的方向啐了一口唾沫，又是个赔钱货，没用的东西。我妈闻言直接晕厥了过去。俺娘，你说咋办？我爹厌恶的连看也顾不上看我一眼，就寻思着怎么处理我这个不值钱的东西。扔后山得了，家里已经有大妞了，凭空多出张嘴，浪费大米。我爹站在门边上，望了一眼前方白雪皑皑的大山，一咬牙，就按娘的意思办。我爹第一次抱我，就是为了杀死我。可天不遂人愿，我爹在丢我的路上居然脚滑，摔下了山坡，整个人都昏死了过去。要不是因为我哭得厉害，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，他怕是早就死在了那个白雪皑皑的晚上。救我爹的人是隔壁邻居，他是知道我家的情况的。一个女孩吃不了多少，长大还能帮家里干点活。再说了，过几年嫁了人，还能给家里添上一笔彩礼钱，说不定嫂子下一胎就是儿子了呢。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。生下我的第3年，我娘果然又怀上了。这一次，他们请的是隔壁村的神婆，据说保准生儿子。大概在生产前的前半个月，我爹带着我妈直接就住进了神婆的家里。神婆每一天都会给我妈吃一种特殊的药丸，而我和大姐靠着隔壁邻居施舍的米汤和土豆，挨过了又一个凛冬。后来听我大姐说，我最饿的时候还自己挖过蚯蚓塞嘴里。终于6个月后，他俩带着一个不足2斤的男孩回来了。我从来没见过我家这般热闹过。我爷上街割了足足5斤猪肉，我奶从鸡窝里挑了30个土鸡蛋，我爹吆喝着自己的兄弟姊妹来家里吃席。我妈像是一夜之间从乌鸦变成了凤凰，整个人走起路来腰杆都挺得笔直，看着我三婶子都带着几分蔑视。我三婶子嫁给我三爹这些年，别说儿子了，就连一个蛋都没下。娟子，要我说还是生儿子好，生儿子多长脸。你看我家阿成，最近老实本分多了，跟隔壁那个张寡妇都断了来往。你呀，可得加把劲儿。我三婶子一听，本就佝偻的背瞬间又低下去了几分。这些陈腐的旧观念真的可以杀人于无形。我三婶子第1天就上吊死了，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本事，不能为老李家生儿子。很快我就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，9年义务教育这几个大字如同一座大山，死死地砸在我爹妈的背上。我爹握着几个鸡蛋，低声下气地对着村支书说道：雪棉是个女娃儿，不读书也没什么的，何必花那些个冤枉钱。我娘抱着我那位面黄肌瘦正在流鼻涕的小弟弟附和道：就是有那些钱都够给我家耀祖买多少斤猪肉了。说着他低着头逗着怀里的孩子，是吧小宝，咱不让姐姐去读书，就让姐姐天天在家陪着你好不好啊。我躲在村支书的身后，眼神里充满着绝望和无助。在这个家里，我除了要扫地喂鸡洗衣服，还要帮着我妈照看着小弟，而我大姐则需要跟着他们下田种地除草施肥割猪草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抓住我爹的手，哇的一声直接就哭了出来。我要读书，我不要照顾小弟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我爹许是头一次见我如此明目张胆地忤逆他的想法，还当着老村支书的面，一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他猛地甩了一下手臂，而我力气太小，就这样直接被他甩出去，撞在了一旁的风谷机上，一时间血流如注。而我的爹妈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，老村支书倒是先着急了起来，赶紧送医院吧。我爹站在不远处，似乎还没消气，死了倒也好，省得天天给我净惹些麻烦。而我妈还有点良心，但不多，她随手抓起地上的粘土就往我的额头上敷上去。去医院花那些个冤枉钱干嘛？这血不是立马就止住了吗？我的血是止住了，下一秒人就直挺挺地栽下去了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人躺在医院，额头上裹着一层纱布。老村支书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可算是醒了。你这小娃昏迷了2天，要是再不醒，你赵叔叔家的家底儿都快折进去了。从老村支书的口中我得知，在我昏迷时，邻居赵福贵巧好路过我家，
他执意要把我送医院，我爹妈死活不同意，说家里没那个钱给医院做贡献，最后是他自己掏腰包将我送了过来。正在这时，门外走进来一个男人，30来岁的样子，手里捧着一碗热粥。我知道他，7年前那个下着大雪的晚上，是他救了我爹，也救了我。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救下我。离开医院后，他送我回了家。可我爹妈的脸上不仅没有丝毫的喜悦，反而用像是看扫把星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福贵叔交接完后，转身欲走。我还没踏进家门，我奶就尖酸刻薄地看着我，怎么就没死在医院呢？他抱着药组，憎恶地看了我一眼。只有我大姐给了我一根棒棒糖，还是药组咬了一半的。本来已经走出大门的福贵叔，突然又折返了回来。你们要是不喜欢这个孩子，要不就给我吧，我家刚好缺个女儿。富贵叔花了500块钱，在村支书和几位长辈的见证下立了字据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成了他的女儿赵雪棉。我离开时，生父母一家人就跟送瘟神一样，当天下午还放了一串鞭炮。爸爸把我带回家后，我才发现家里的条件其实算不上太好。妈妈生了2个哥哥，也都是该上学的年纪。但那一天，爸爸还是去街上割了1斤猪肉，又给我添置了一件新衣裳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新衣服，以往都是捡的我大姐穿不下的衣服。2个哥哥见着我也很高兴，争抢着把他们自己做的玩具塞到我怀里。只是新妈妈，她似乎不是那么喜欢我。有一次我起夜，恰好听见她拉着爸爸说，家里已经有2个男娃了，你还带回来一个，吃饭也就算了，这眼瞅着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咱家可是钱多，这样糟蹋。爸爸嘿嘿地陪笑了一声，孩子怪可怜的，再说了，多个小棉袄哪儿不好？我啊，出去多打一份工就是了，个还怕养不活。从那以后，爸爸便开始早出晚归。他除了要给别人维修水电，偶尔还要去镇子上打零工。我自小便是懂得察言观色的，刚开始和新妈妈相处，难免犯怵，怕惹得她不高兴。到了后来才发现，她其实嘴硬心软，表面上脾气大，其实心眼不坏。后来我也开始帮着她干活，她高兴了会给我5毛钱去买棒棒糖。眼瞅着我就要上学了，给2位哥哥交了学费后，家里所剩无几。于是一哥带着我上山挖草药，那会儿总会有人进山收各种草药，多的时候可以卖到10块钱一斤。就在我们挖完草药准备下山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娃娃的哭声，只看见一个40来岁的中年妇女死死拉住小孩的手往山后面走去。我小声说了一句，人贩子。你咋知道的？一哥奇怪地看着我。我把背篓放在一边，凑在一哥耳边小声说，你看那娃娃穿的衣服一看就是城里的，你再看那大妈，瞅着和我们一样是穷人。我和我一哥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悄悄跟上去。眼看时机成熟，我大叫了一声，有人贩子偷小孩。我知道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割草药的人来，所以故意等他靠近才喊。经我这么一吼，一时间半片山里都抬起乌泱泱的脑袋往我这个方向看过来。山里的人大多还是淳朴的，其中有几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直接就将那个女人拦了下来。一开始那女人还咬死不承认，直到他们说已经报了警，那女人才慌了。为了逃跑，她竟然从山坡上滚了下去，不幸折了一条腿，后来被警察带了回去。我和一哥也一起跟着进了警察局。爸爸妈妈赶到时还以为是我们犯了错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在警察局待了一会儿，就看见一男一女神色匆忙地跑了进来。女人还穿着一件皮草，把自己裹得格外的严实。男人手上夹着个公文包，腰间还挂了一个大哥大。被救下的小男孩一看见他们，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嘴里喊着爸爸妈妈。那一对中年夫妇抱着孩子对我们谢了又谢，说她和她丈夫本来是来这边玩的，不料一晃神，小孩子就不见了。她还说，要是小孩子丢了，她都不知道自己后半辈子怎么活。我那会儿就在想，为什么天底下的父母竟然可以这么不一样。那女人拉着我的手，许是看我的手不仅粗糙，还满是伤疤。她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几分怜惜。好孩子，谢谢你，告诉阿姨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很朴实的农民，大概是怕人误会，他们连连摇头，说我们救孩子不是为了图钱。我一咬牙，想想家里和自己的困境，最后还是张了口，阿姨，我想读书。女人欣慰地笑了笑，又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真是好孩子。她从皮夹里掏出了10张崭新的100元钞票，那时这笔钱对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阿姨，我读书用不了这么多钱的，这些钱比起你救了我的小妍来说，远远不够。阿姨，
谢谢你。就这样，我们家多了一笔不小的积蓄。要知道，那会儿我爹打1年零工也才赚不到500元，而我也成功读上了9年义务教育。因为这件事，我们好像也有了城里亲戚，叔叔阿姨经常把我们一家5口人带到城里去玩，还给我们零花钱。我也第一次知道了，有的人活着是为了生活，有的人活着是为了生存。关于我们有城里亲戚和经常坐小汽车去省城的事，很快就传进了10里8乡，当然也包括距离我家不远的我生父母的家。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带着我那个小弟来的，2年多的时间不见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面黄肌瘦，2岁了，甚至还不会叫爸爸妈妈。他们踏进我家门时，我第一次见到生母，也可以笑得如此亲切。老赵啊，我当初生他明显的顿了一下，生他的时候可吃了不少苦。俗话说，喝水不忘挖井人，你们今天能过上好日子，还不是多亏了我。我妈妈和爸爸把我死死护在身后，我妈妈甚至还拿起一旁的扫帚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么凶。怎么想把我闺女要回去啊？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和我家老赵死了，否则门儿都没有。生母一见这阵仗，刚才还嚣张的气焰瞬间就低了下去，要自然是不要的。她咧开嘴，露出一口黄牙，看在我生他的份上，你再多给我们一笔钱呗。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要不是他发现了那个被拐的孩子，现在坐小汽车去省城的，可就是我们脸，哪儿轮得到你？我爸冷笑了一声，哼，我们还真是高估了你们夫妻俩，说到底还是为了钱来的，钱我们1分也不会给。一听这话，我生母直接倒在了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，大骂我没良心，不懂得孝顺父母，白生了我这么一个白眼狼。很快，邻里乡亲就围在了一起，开始对着我们一家人指指点点，说到底还是10月怀胎，你们这样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就是哪有孩子不认自己父母的道理？这件事纵然我们占理，可是也抵挡不住有心人嘴里的唾沫星子，还是老村支书和几位长辈赶过来，才制止了这场闹剧。我爸爸妈妈最后给了我生父母300块钱，并让他们发誓以后不得再来骚扰我，否则我小弟一辈子都开口说不了话。我生父母拿着钱笑开了花，信誓旦旦地拿着我小弟的人生起了事。我初3时，大哥已经职高毕业1年了，他的成绩不是很好，但是对汽车修理情有独钟。毕业后，大哥就去了市里的汽车修理厂，每个月能给家里寄回50块钱。一哥顺利考上了高中，虽然只是县里的普高，但爸爸妈妈还是高兴得很。那会儿，一个村里能上高中的可出不了几个，更何况还是个男孩。一时间，村里的人都羡慕得紧，同时也会传出一些风言风语。我经常看见有几位大妈大婶把我妈妈拉到一边去说话，老一都这么有出息了，你家老三还读啥书，浪费钱。要我说，干脆早点嫁人好了，还可以赚一笔彩礼钱，给你家老大老一娶媳妇儿。我瞧着隔壁村那个张屠户就很不错，他家说彩礼能给到10万，到时候保准你家老三嫁过去享不完的福气，吃不完的猪肉。每当我听到这些话时，都气得直发抖，恨不得上去对着他们打一套军体拳。那些大婶描绘的美好愿景，终于还是勾得我妈妈的心蠢蠢欲动。其实站在她的角度来考虑，把我嫁给张屠户，无疑是最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既能甩掉我这个包袱，还能拿到一笔巨款10万，足够给大哥一哥在县里买一套房了。终于，他还是没忍住。一天晚上，我放学回家，他把我叫到了屋子里去。绵绵啊，你看，我们夫妻俩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，我和老赵真的是把你当作是亲生女儿看待的。可你也知道咱家这个情况，你大哥要是没套房子，咋给娶媳妇儿？还有你一哥打小就疼你，上大学哪有不花钱的？你说是不是？我紧紧攥着衣角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可我竟然一时难以反驳。是啊，这么些年，他们给我的真的很多。就在我无言以对之际，爸爸突然推门进来了。你在给绵绵说什么胡话呢？这个家的事儿，啥时候让他一个小孩子操心了？妈妈一听也来了气，从床上直接站了起来。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老大老一哪个不用钱？难道天底下就你一个装好人？我为这个家着想，我有错？女孩子说到底，终归还是要嫁人的。爸爸重重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把我拉过去，问我是什么想法。我红着眼眶，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，终于还是开了口。爸爸，我想读书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能赚钱，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，我会让你们住上大房子。妈妈撇过头去，擦了擦眼角挂着的泪，缓缓道：绵绵，
如果你没能考上试，重点你就嫁人吧，要是考上了，你就自己做主。他说完话没有看我，我知道他说出这番话内心也一定是挣扎了许久。爸爸摸了摸我的头，然后温柔地说道：我相信我家绵绵一定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用袖口一把抹干了眼泪，然后重重点了点头。爸爸，我一定可以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拼了命的学习，别人6点起床上早自习，我就5点起床。那时为了给家里节约电费，我便跑到离家不远的公社路灯下读书。夏天还好，除了蚊子多一些，我都能挺过去。到了冬天，尤其是腊月，山里开始下雪的时候，就不行了。爸爸心疼我，给我找了一盏煤油灯，靠着煤油灯，我度过了初中3年的每一个寒冬的夜晚。直到初3最后1年，家里还是出了变故。爸爸在给别人修房顶时，不小心从房子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伤得不轻，要做手术，往脚踝上钉钉子，术后还要住院看恢复情况。大哥工作忙，请不了假，一哥高3，学业重，更是再耽误不得。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。那会儿马上就要春耕了，妈妈要照看着家里的农活，我不得不请假，在医院里照顾爸爸。医生说我爸爸至少要在医院里待2个月，那时已经是3月了，这也就意味着爸爸出院后1个月，我就要立刻参加中考，中途还要耽误2个月的学业。可我没得选，幸好我一直都是学校红榜的前3。班主任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，特意来学校看了我，他担心因为我请假的事情影响到学校的整体成绩。那时我们这个镇子上的中学能出10个高中生，那都是要受到县里和市里表扬的，多一个名额意味着学校和老师就能多拿一笔奖金。从此医院里多了一抹身影，那就是我班主任的。他每天下午准点出现在医院病房里，手上还拿着各科老师给我准备的复习资料还有试卷。我每天除了给我爸爸送饭花点时间以外，其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隔壁床的叔叔阿姨都夸我爹有这么一个成绩好还爱学习的闺女。每天晚上病房里都会不约而同的给我留一盏灯，我就借着微弱的灯光在病房里准备着中考。时间一晃过得很快，爸爸出了院，我又回了学校。一回学校，我就参加了最后一轮的摸底考试，我考了580分，这是我第一次调出红榜前3。580分只够上县上的普通高中，而我想要上的是市上的重点高中。那时一中的录取分数是650分，那段时间距离中考还有15天，我每晚都焦虑到睡不着。山里的女孩子14、15岁嫁人是常有的事，只要给3000块的彩礼钱就行了。更何况张屠户家还能给出10万的彩礼，这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。中考前15天，一哥完成了高考回了家，从他的表情可以知道，上个本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一哥越是表现得轻松，就越发凸显着我的紧张。我这种不安的情绪还是被一哥察觉到了。一晚我正在屋子里刷试卷，一哥把我叫了出去。小妹，你打小就比一哥聪明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上市高中的。那万一我没考上呢？没考上，咱就读县里高中，和一哥一样。妈妈说我考不上是重点，就让我嫁给隔壁的张屠户家的儿子。我一想到这事儿都快哭出来了。一哥拍了拍我的背，你放心，一哥和大哥绝不靠小妹的嫁妆娶媳妇儿，到时候咱妈要是让你嫁人，我和大哥就找她哭去，我们给你兜底。那一晚，一哥和我聊了许久，我永远都记得他最后给我说的那句话。他说，小妹，别怕大山，翻过它就是了。中考一共持续了3天，那3天过得很快，等到最后一科结束后，我已经是脸色煞白，仿佛全身的力气在打铃那一刻被全部抽走。我甚至都不记得是怎么走回家里的，还没到门口，就看见门外站着好几个婆子在和我妈妈说着什么。你家绵绵就快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这会儿再不好好物色个，等过个2年，可就没人要了。就是张屠户那儿子铁了心的看上你家绵绵了，要不咱们选个时间把2个小孩的婚事定下来，过2年再结婚也一样的。紧接着，我爸爸端着一盆水从门里泼了出来。张屠户家的儿子就是个脑瘫，我看你们没安好心，赶紧给我走。你怎么说话的？脑瘫和你家女儿不刚好互补吗？谁叫你家女儿聪明呢？要不人家还看不上呢。那几个婆子四散开，爸爸把我妈妈往屋子里拉，正巧看见了站在门外的我。绵绵，就算考不上试，重点也没关系的。爸爸给我剥了个橘子，有点酸，酸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爸爸，
其实今年的题好像也没有那么难。我吃着橘子，莫名的就笑了出来。一哥的高考分数很快就出来了，530分，刚好上市里的一本线。全家人都高兴得很，跟过节一样。村支书带着猪肉来我家说，要看看咱们村里的状元郎。是的，我一哥是那年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而我的分数也在1周后出来了。爸爸接到电话时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捂住嘴，眼里有什么东西亮闪闪的。老师，你再说一遍，我们家绵绵考了多少分？爸爸把免题开到最大，670分。你家绵绵考了670分，全县第一。悬着的心在那一刻终于落了下来。爸爸和妈妈激动得直掉眼泪。670分，高出试重点20分，我做到了。我顺着那条走过无数遍的泥泞小路，翻过了大山。一时间家里双喜临门，这件事很快便传遍了10里乡亲。爸爸和妈妈脸上的笑挂都挂不住，说是菩萨保佑，走了大运。然而高兴没几天，家里又出事了。那天家里正在吃午饭，我生母提着4个山铃儿敲开了我家的大门。爸爸妈妈以为他们是来贺喜的，也就大大方方的把门给打开了。没想到他刚见着我的面，就直接跪了下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死死攥着我的衣角不松开。娘的，宝贝女儿嘞，你跟着俺们回家看看吧，你爷爷就快不行了，临终前就盼着见你一面。我厌恶的把他的手强行掰开，他又踉跄的扑在我身前。我10月怀胎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这么多年的书，我看你是白读了。很快周围又聚集起了一些婶子们，他们嗑着手里的瓜子儿，跟看戏似的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开始评头论足着。雪棉，你可不能考上好高中，就忘了自己的生父母。这老话说在前头，天下没不是的父母。就是，你再讨厌他们，也不该这么狠心啊。没有，他们哪儿来的你？你良心莫不是被狗吃了？小妮子，要俺说，你要是不回去看你爷爷最后一眼，你是要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的。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像是要把我们一家人架在火上烤一般。最后我爸爸还是松了口，说就让我回去看一眼，毕竟那也是我亲爷爷。可我们还是低估了人心的险恶。我跟着生父母回了家，弟弟正坐在椅子上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啃，目光呆滞。他看见我，咿咿呀呀的叫了2声，口水顺着下巴流了下来。我大姐去年就嫁人了，嫁给了邻村一位50岁的官夫。那官夫前2年因为喝多了酒，把自己老婆给打死了。听我爸妈说，我生父母收了那官夫3000块，就把我大姐送过去了。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，只听说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大姐生了一个女儿。我奶奶看见我生父母把我带回去时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她走上来，死死握住我的手，就把我往屋子里拽。你爷爷马上就不行了，趁现在还有一口气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我被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拖进了屋子里，可那间屋子黑漆漆的，连一盏灯都没有，而床上躺着的根本就不是我爷爷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我奶就直接把我推了进去。我听见身后房门重重的落锁声，紧接着一个油腻男人的声音灌入我的耳朵：睡觉觉，和老婆睡觉觉。他直接朝着我扑了上来，带着令人作呕的口水味，一双肥厚的手掌将我死死禁锢住。我这才意识到我被骗了。门外我生父母和我奶的话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：妈，咱这样能成吗？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不成都得成。到时候拿了张家的钱，就可以带着小宝去市里边看病了。要不说文化生值钱呢，多亏你生了个脑子灵光的。我生父嘿嘿地笑了2声，我生母狠狠地呸了一声，咒骂道：要不是他把咱小宝的营养吸走了，咱小宝至于现在还不会说话吗？我死死地撑住那男人的身体，任由他粘稠的口水在我的脸上胡乱地剐蹭着。我浑身颤抖着，眼底的眼泪跟泄洪似的往下流。我本以为我会就此堕入深渊，奈何天道让我窥见神光。我们隔壁县地震了，连带着我们这个小地方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。本来就年久失修的木板房，在摇晃几下后便轰然倒塌。我和张屠户家的傻儿子被压在了房屋下面，幸亏我当时反应及时，趁着房子刚摇晃起来的时候，钻到了墙角。坍塌的房梁斜靠着墙根，给我留下一个刚好容身的地方。我就一直蜷缩在那个小角落里，直到我听见我2个哥哥的声音。等我被救援队挖出来时，已经是凌晨了。除了身上有点皮肉擦伤以外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我生父母当时跑得快，
只留下我那人面兽心的奶奶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堵颓墙给砸死了。而张屠户的儿子听说被砸断了背脊，一辈子只能瘫在床上。张屠户带着一大家子人上来讨要说法，让我生父母赔钱。他们哪有什么钱？最后，张屠户动用了一点关系，将我生父直接送到监狱里去蹲局子去了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我爸决定搬家。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让我同那一大家子人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。他说人言可畏，就像是村口的狗叫了，其他的狗也跟着叫，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。我们一家人最后还是决定搬到镇子上，一来是因为离市区比较近，我和一哥回家方便；一来是因为镇子上的房租便宜，一套3居室，一个月只要200来块钱。我爸爸找了个保安的活，我妈妈在社区找了一个保洁工人的活，一个月下来，家里也能有1000来块的收入。虽然不多，但足够让我们一家人在这个小镇上开始新的生活。那一年，我进了市重点高中，也是在那会儿，我才明白教育资源的差距。我是以县第1的成绩进入市一中的，可是高1的第1次月考成绩下来后，我的自信心几乎完全的土崩瓦解。为了能赶上学习进度，我又开始没日没夜的学，可是我的基础跟他们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了，看不完的书，背不完的知识点，做不完的试卷。晚上10点半，寝室熄了灯，我就抱着书在廊下看。暖黄色的灯光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蚊虫。为了不影响同学睡觉，我只能小腿蹭大腿。一晚上下来，大腿、小腿上全是包。高中的学习氛围极度压抑，大家都在不停地赶着进度，没人愿意花时间在别人身上。我只能采用题海战术。我不记得我写了多少个错题本，做了多少张试卷。终于在高1最后一个学期考试中考进了年级前200名，成功申请到了助学贷款。高1结束也就意味着文理科的分班，爸爸和妈妈都劝我选文科，他们说文科更适合女孩子，理科更适合男孩子。可我并不认为专业是根据人类的性别设定的，要不然居里夫人也不会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，海蒂拉玛也不会在1战期间发明无线跳频技术。对于一心只想要搞钱的穷人来说，物理化无疑要比政史地更有前途一些。最后我选择了理科，因为多了一笔助学贷款，我高1那年过得就相对来说容易了许多。至少在食堂我可以点1素1荤，个子长高了，圆润了，人也有力气了，学习的注意力也更能集中了，思维也逐渐能跟得上班级里的中上游水准。就在我以为我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，现实又给了我当头棒喝。因为一封情书，一开始只是霸凌者之间相视的一个眼神，一个肢体动作，一个明着却不点名道姓的阴阳怪气，到后来变成直接的语言攻击、尊严践踏和行为暴力。周6上完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我被围堵在学校后花园的女厕所，恶劣的讥笑声不绝于耳。你个小浪蹄子，居然勾引校草，真是找死！说着，其中一个女生将我的头按在马桶里，好好洗洗你身上的骚味，真是熏死人了。你们山里的人是不是都是这种味道啊？一盆凉水从我的身上淋下去，一群女生拍着手大笑着。11月冬初，我浑身上下就跟抖筛子一样抖个不停。紧接着，他们用黏腻的蜂蜜糊满我的脸、我的头发，然后大笑着扬长而去。那个周末我没敢回家，我赌上最后的尊严和勇气，将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。我以为他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对那几个人提出批判和严惩，可是他却说，为什么他们只霸凌你，没有霸凌别人？你是不是自己惹了什么事？那一瞬间，我如堕冰窖，这是什么受害者有罪论？我对上他质问般的眼神，老师，你为什么不问别人都不霸凌我，怎么就他们霸凌我呢？他的嘴像是突然被塞进了一坨棉花，无言以对。我走出了办公室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，弱者在这个社会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，只有当你变得更强时，你的语言才有重量。他们泼在我身上的冷水，我势必要烧开了再泼回去。那段时间，我和给我送情书的裴岩走得很近，渐渐熟悉后，他甚至邀请我和他一起补课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当然不会错过。1个月后，在裴岩的帮助下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期中考试竟然考到了全校前5的成绩。那群霸凌者也找不到机会，只敢跟在我后面，暂时不敢对我做出过分的行为。眼瞧着就要到期末考试了，掐准了时机，我要开始烧开水了。周6下午，还是在那个被废弃的卫生间，霸凌头子张馨月带着的几个女生扯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死死抵在墙角。先是响亮的耳光呼哧地扇在我的脸上，
紧跟着是剪刀咔嚓咔嚓剪我头发的声音，继而是霸凌者因为施霸成功后发出的不屑的笑声。张馨月手上拿着一个卷发棒，上面的温度显示180度，眼神像是恶毒的蛇，正吐着信子。就在我感受到过高的温度贴近我的手臂时，门突然被撞开了。幸好我提前给裴岩发过消息，要不然这180度的高温非得把我烫晕死过去。那几个女生看见裴岩后灰溜溜的离开了，只剩下张馨月无措的站在裴岩的对面。裴岩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是他先招惹我的。张馨月大概是想在裴岩的心里维护自己仅存的冰清高洁的形象，竟然开始了恶人先告状。哪料裴岩正眼都不瞧着他，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：难怪他们都那样说你。说完就带着我离开了。走到楼梯口转角时，只听见张馨月发出颓然般的咆哮。可这怎么够呢？期末考试，我拼死了最后的力气，终于杀进了年级第3。因为我成绩突飞猛进，又是从山里考出来的，校长直接点名要让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。台下坐着来自省市教育频道的记者，这是市重点高中一直以来的保留项目。演讲结束后，我对我的同学发表了由衷的感谢，感谢他们创造了那段令我生不如死的时光。我点开准备好的视频，只等着看台下的一出好戏。画面里是我被霸凌的视频，台下的记者们奋力地捕捉着每一个我被欺辱的画面，尤其是那张我微微仰着头，嘴角渗透着血迹的照片，眼神里充满着顽强的反抗意志。其实张馨月的那一巴掌远不足以打出血来，是我咬破了嘴唇，对准了事先准备好的相机。视频的最后是所有被张馨月霸凌过的同学的集体控诉，只不过因为他的后台太高，那些人才选择了沉默不语。他们不敢出声，是因为害怕受到更多的伤害。这一次，我要把张馨月和他全家送进被霸凌的深渊，就算我声音发抖，我也要让全世界看见我作为被霸凌者的立场。这次的校园霸凌事件立刻轰动了全国，张馨月被退学，听说他的父亲被调查，顺带牵扯出好几件贪污受贿事件，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，被送进了监狱。市重点高中开始着重整治校园霸凌事件，许多位置都增加了巡防的教官，并且还开设了心理辅导课程。而我因为这次的发言走红了网络。高一那个暑假，靠着自己的流量，我做起了网络直播，赚钱嘛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，只有自己变强大了，你才会发现，其实身边围绕着的都是好人，不是吗？我靠着自己走出大山的故事，吸引了无数的网络媒体，再加上我这个反霸凌身份的加持，那个暑假我赚了上百万元。但这件事我谁都没告诉，包括我的爸爸妈妈。要知道，当你的能力不足以守护一笔横财的时候，那就选择缄口不言。那段时间，我还跟着裴岩买了2000个比特币，那会儿的比特币才0.0008美元。裴岩说，比特币会是下一个风向标，谁知道呢？就赌一把吧。钱是一个人的胆量，也是一个人的底气。高3那年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我手上握着的钱替我减去了80%的烦恼。最后3天，我心态稳定，超常发挥，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运气上了重本线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爸爸妈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说一定要回老家好好庆祝一番。而我也着手准备填志愿的事。毕业典礼的结束那天，裴岩站在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榕树下等着我，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细碎的阳光。雪棉，你报哪儿？还没想好，考虑 A 大吧，我不想离家太远。他闻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我忽然像是明白过来什么，歪着头问他，怎么，你打算和我报一块儿？他的脸一刹那间红到了耳根子处。我都喜欢你2年了，想和你报同一所大学，不过分吧？裴岩无论是家境还是外貌，甚至是学业，都堪称是学校里数一数一的存在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我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吸引这位富家子弟，实打实追了我2年？难道我救过他的命不成？裴岩紧握着手上提着的袋子，眼神专注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你真的救过我的命？原来裴岩就是当年我从人贩子手里救下的那个小男孩。其实我们中间几年也是有来往的，只是后来不知怎的就突然断了联系。从裴岩的口中我才得知，在裴岩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父母因为感情问题离婚，他母亲给他更名换姓带出了国。近几年因为在国内发展业务，也才回国不久。感情裴岩是来报恩的。我用手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，我可不是挟恩图报的人。裴岩焦急地跺了跺脚，2根眉毛都快要打成结了。哎呀，我不是那意思。
看着他那样子，我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。我从未想过谈恋爱这件事，于我而言，爱情就好像是镜中月水中花，看看也就可以了。要是真的谈起来，指不定会被折磨成什么样子。爱情在价值衡量中是微不足道的，比起爱情，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等着我去尝试。我接过裴岩手上的袋子，笑着说：“等以后有机会穿给你看。”里面装着的是一件白色连衣裙，是那日我在橱窗外看了很久的白色连衣裙。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父母接到市中心。虽然我手上握着的钱还不足以买一套房，但是给他们换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。我在离学校不远处租了一套4居的房子，方便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。大一那年，我抓住了电商的这一风口，凭借着之前的直播经验，我注册了一家自己的电商公司。大学的课业并不算繁忙，我也并没有考研的打算，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经营自己的事业。毕竟赚钱才是我的终极目标。我学的是电子计算机，裴岩学的是金融，刚好互补。在大3那年，凭借着电商平台，我又稳赚了300万。那一年，我花了200万在市中心买了房，爸爸妈妈直夸我有出息、有本事。我本来是打算让他们歇息下来养老，但他们说自己闲不下来。没办法，我给我爸爸报了一个遛鸟兴趣班，给我妈妈报了一个十字绣兴趣班，就让他们一老折腾吧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公司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，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这一年，比特币暴涨，我将我手上近1/3的比特币悉数出手，进账上千万的资产。也是这一年，大哥和一哥相继娶了媳妇儿。作为给他们的贺礼，我直接买下了同一个楼盘的2户大平层送给他们。一开始他们还不好意思要，说是礼物太重，拿了心里不踏实，不是自己赚的钱。直到我把房产证递到他俩手上才肯收下。若是没有他们，我哪来的命去赚呢？爸爸妈妈、大哥、一哥给了我救赎自己的机会，这点礼物和恩情比起来一点都不重。但我没料到我生父出狱了。那一天，我正坐在办公室和员工讨论着新一季度的营销方案，便听见门外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，还有打碎花瓶的声音。紧跟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一个手臂上满是纹身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18岁的男孩径直闯了进来。5秒之后，我意识到是我的生父带着我的生母和他们那半吃不傻的儿子。生父满身的歹气，身上充斥着浓烈的酒味，他上上下下将我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，脸上露出一抹嘲弄的味道。哟，这些年老子在监狱里受罪，你倒是混得风生水起，听说还给你那2个哥哥买房了。生母扯了扯嘴，还是一脸的泼皮无赖相。他眼珠子滴溜一转，就把他儿子推到我跟前来。他可是你亲弟弟，马上也要娶媳妇儿了，我们要的也不多，给个1000万吧。我惊得赶紧兜住下巴，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怎么还是一副穷酸样？别说1000万，就是1个子儿你们也拿不到。我好几次都差点折在你们手里，如今还想来敲诈勒索我，还当我是当年那个任你们宰割摆弄的小丫头。要是再胡搅蛮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生父气得挽起袖口，用一双凶狠的眼睛盯住我。你爹，我这些年可不是白混的，要是不给钱，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，我看你还敢反了天不成？没想到他居然还妄想着靠一把水果刀驯化我，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蠢。我生母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这个不孝子，要不是你吸走了你弟弟的营养，他也不至于现在还不会开口说话，这是你该给的，你就该补偿我们一家3口。我撇过头，打算拿起手机报警，可我没想到我生父右手握着水果刀，直接向我冲了上来。还敢报警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我侧身一闪，手臂被水果刀刺伤，正巧这时警察赶到了。我直接告了他持刀抢劫、敲诈勒索和蓄意伤人，并且提供了视频资料。生父被警察带走之前还在骂骂咧咧的，说他不是故意的，是我自己撞上去的。当然他说对了，为了保护我自己长此以往的安全，他只有去监狱待着是最好的。至于我的生母，离开时还在咒骂我会被天打雷劈，说他就算死也要拉我垫背。在我还没想到处理他的办法时，我大姐找上了我。我大姐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，一只眼睛哭瞎了。小妹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的。从大姐的口中我得知，我生父母为了给他们的傻儿子治病，竟然将我大姐那个未满10岁的小侄女卖去给别人当了童养媳，5000块。大姐颤抖地握住我的手，小妹，咱妈就是个疯子，为了治她儿子痴傻的病，你都不知道她背地里做了什么勾当。原来为了治疗他们儿子那痴呆症，
他俩几乎是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他们可都一直是望子成龙的，这龙怎么能折在半路上呢？于是在我生父出狱后，他俩走上了不归路。只可惜我大姐虽然知道这件事，但没有证据。我紧握着大姐的手安慰道：没事儿，既然那畜生都进了监狱，那他的最终归宿还不是咱姐妹俩说了算。我托人找了点关系，开了一部分的病历证明，转手就将我生母送进了疯人院。既然他一直都喜欢冲我发疯撒泼，我想那里是非常适合他的。至于他的宝贝儿子，我送去了特殊学校，就让他痴痴傻傻的过一辈子吧。我给了大姐一笔钱，让她去把我小侄女赎了回来。小妹，我没本事，这辈子也只能仰靠着男人。他带着女儿原本是打算回到那个老官夫身边的，可我明明就注意到了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大姐，我教你本事，你也能不靠男人？他眼睛一下就亮了。你说我也能像你一样有本事，可我没读过啥书，啥也不会。他低着头，紧紧握着我小侄女的手。我公司里那个保洁李大姐，不也是没读过几年书，但她肯做肯学，上个月的销售额做了好几万呢。你也可以的，大姐，自给自足的光才不会暗下去。大姐被我说动了，她决定赌一把，为了自己和孩子。事实就是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只要你肯前仆后继地将力量花在事业上，到末了都会开出一朵花来。但不要着急，繁花簇锦也好，硕果累累也罢，都需要过程。我给大姐开了一个直播间，不卖别的，就买咱山里土生土长的草药。那段时间中医的火烧得猛烈，大姐很快就上道了，将咱山里的草药实打实地打出了名声，一时竟然还供不应求，连带着山民挖草药的工钱都涨了不少。年末，我将大姐和小侄女一起接到了家里，爸爸和妈妈在厨房忙碌着，哥哥和嫂子们围坐在牌桌子前打着麻将，大姐带着小侄女包饺子，灶火燃起，香气弥漫，月亮慢慢爬了上来。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张饭桌前，吃着年夜饭，看着春节联欢晚会。爸爸和妈妈又开始催促着我的人生大事了。大哥和一哥倒是舍不得我嫁出去。新年的钟声在11点准时敲响，我正准备拿起手机给裴岩送上新年祝福，他的电话却先我一步打了进来。新年快乐，绵绵，新年快乐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方才开口：裴岩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裙子，我穿上有点冷。对面先是愣了一会儿，我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见裴岩的心跳声。绵绵，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